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韩国又出大事了，比这个韩剧还野的现实啊！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大韩民国。要说这个地儿啊，是真神奇哦，隔三差五就能给你整出点新花样，而且呢，每次都能创造历史，让你惊掉下巴呀！就在前天8月12号的深夜，首尔那边传来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法院正式批准把前第一夫人金建熙给逮捕了。前第一夫人被抓了呀！这新闻呢，在这个韩国可能都不算最稀奇的，毕竟他们那儿总统下台就进监狱都快成传统项目了。但是这次不一样哦，这次是夫妻档，她老公就是那个前2年天天秀恩爱号称爱妻狂魔的前总统尹锡悦。这下可好，这韩国历史直接被他们家给改写了。头一遭前总统和前第一夫人成了狱友夫妻了。你说这个剧情哪个编剧敢这么写太刺激了！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都是曾经站在权力顶峰的夫妻是怎么把自己给做成这样的。先说说男主角尹锡悦，这位老哥现在是真惨头上是顶着个内乱叛国罪。我的妈呀，这罪名真是听着都腿软呀！这要是真定了，无期徒刑都算轻的了呀，搞不好直接吃花生米啊！除了这个还有一大堆滥用职权之类的罪名等着他。可这位前总统呢，嘴硬得很呀，死活不认，说自己是清白的，被人陷害了。不仅如此他还拒绝出庭，拒绝接受调查，简直是3不政策呀！你以为他就是老老实实的拒绝？No No No， 这位爷可不是省油的灯啊！上次咱就说了为了躲避这个调查，他那是18般武艺都用上了，上演了一出撒泼打滚的年度大戏特检组的人想把他带走问话。第一次去这个尹锡悦一看检察官来了，直接变身衣服是一件件的往下脱，一边脱还一边闹，最后就剩一条内裤了。你想想那个画面10几个西装革履的检察官围着一个光着膀子只穿内裤的前总统僵持2个小时。最后检察官们实在是没招了总不能把他就这么抬出去吧，太丢人了呀，只能灰溜溜的撤退。这事一传开全韩国都懵了。一个前国家元首为了不上法庭能干出这种事那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以为这就完了？没完呢！过了几天，这个检方寻思着不能让你这么耍无赖这一次来硬的。这第2次上门去了10几个检察官上去就把这个尹锡悦给架住了，想把他强行给带走。结果这个尹锡悦那个反抗叫一个激烈手脚并用，拼了老命的挣扎，据说这个胳膊都快被拉脱臼了。最后你猜怎么着？逮捕又失败了。不得不说为了保护他老婆这位前总统也算是豁出去了。但是说实话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哪儿顾得上金建熙果不其然，该来的还是来了。他老婆金建熙这次被抓，那罪名也是一箩筐什么股票诈骗、收受贿赂、利用第一夫人身份干预权力等等，那随便拎出来一条都够他这个监狱待好几年了。咱们再来深挖一下女主角，这位让尹锡悦不惜撒泼打滚也要保护的夫人，她到底都干了啥？这个故事比你想的还要精彩。这个检方指控他的一大罪状源头呢是一根项链。这时间回到2022年，那会儿这个尹锡悦刚当上这个总统没多久，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兴冲冲的跑去欧洲参加北约峰会。这可不是北约成员国跑去干嘛其实说白了就是去拜码头向美国和西方世界表忠心，表明自己要跟他们混的决心。那这么重要的外交场合，第一夫人金建熙当然得陪着去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给这个老公撑场面。于是在峰会的各种照片里大家就看到金建熙脖子上戴了一串非常漂亮的梵克雅宝4叶草吊坠，这个灯光一打闪闪发光那叫一个贵气。那本来这个事儿他也没啥，第一夫人戴点好的首饰也正常但坏就坏在韩国它有韩国的规矩，这个法律规定官员夫妇的财产超过一定数额的你得申报。那这串项链有懂行的人一看再一估价得超过6000万韩币，换算成人民币也得30来万了。
这记者们就去查呀，翻遍了尹锡悦夫妇的财产申报单啊，从头找到尾没有，根本就没有报这根项链。这下就炸了锅了啊！你这是隐瞒财产呀！面对全社会的质疑啊，金建熙那边是怎么解释的？他的解释啊，简直能把人笑死啊！他说：“哎呀，大家都误会了呀，这根项链是假的啦，是我20年前在香港旅游的时候，在地摊上买的 A 货，不值钱的。”哎呦喂，你听听啊，这理由他自己能信吗？20年前在香港买的假货，你当宝贝似的带到北约峰会这么重要的场合去，哎，你是觉得全世界的这个记者和政要眼神都不好使吗？这个检察官可不是吃素的呀，他们直接就把这根项链给弄到手了，拿去这个专业机构一鉴定，真品如假包换的反骗押宝。不仅如此啊，这个检察官还顺藤摸瓜，查出来这根项链根本就不是他买的，而是一家韩国的建筑公司送给他的，专门供他在北约峰会上佩戴撑场面的。这一下就完了啊，人赃并获呀，谎言被当场戳穿，这个性质也从隐瞒财产直接升级到了收受贿赂。哎，你说尹锡悦冤不冤啊？本来呢想带这个老婆去这个国际舞台上风光一把呀，结果呢这根风光的项链啊，最后成了把他老婆送进监狱的铁证。这还不算完啊，这个检方还指控金建熙还从一个宗教团体那里拿了2只香奈儿的包包，还有一条钻石项链。好家伙，这位第一夫人是把第一家庭当成奢侈品收货站了吗？这俗话说得好你喜欢名牌，喜欢显摆没有问题但你既然要带出来让大家都看见，那你就别怕人家查你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这金建熙既爱慕虚荣，又爱到处显摆，最后把自己活成一个天大的笑话呀。那聊到这儿咱们就不能不提一下韩国政坛上空那个如同乌云一般笼罩着每一任总统的青瓦台魔咒。这玩意儿简直比任何恐怖片都吓人堪称总统绞肉机。这尹锡悦的命运急转直下的分水岭就是去年年底他搞的那场自我政变。去年12月3号深夜他突然间宣布全国进入紧急戒严状态，想干嘛就是想跳过所有程序搞独裁用军队的力量把他所有的政敌不管是反对党的还是这个自己党内不听话的一锅给端了。他为啥这么疯狂2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他知道自己的老婆金建熙快要被查了，为了保护老婆他豁出去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也不想重蹈覆辙，想拼死一搏打破这个青瓦台魔咒。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人算不如天算这场戒严令最后就持续了6个小时，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被这个国会给废了。他非但没能打破魔咒反而给自己挖了一个更大更深的坑，直接导致他被弹劾下台。那说到这个魔咒咱就必须给大家好好盘一盘，绝对让你大开眼界咱们从这个韩国的第一任总统李承晚说起。这位老兄最后被军事政变推翻，跑去美国夏威夷流亡，客死他乡。推翻他的朴正熙就是这个朴槿惠他爹。这位倒是厉害创造了汉江奇迹让韩国的经济起飞。但是下场呢，他和他的老婆2个人都被人暗杀了。后来的全斗焕和这个卢泰愚俩军人总统下台后都被清算，因为叛国罪和这个贪污罪手拉进了监狱。再到后来的金永三和金大中，这2位本身还行，但架不住儿子坑爹都因为这个子女贪污腐败搞得自己名誉扫地，最后在悲愤中去世。那再往后这个李明博也是丑闻缠身最后被判了17年大牢。这最惨烈的呢要数卢武铉，他面对检察官没完没了的调查和羞辱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也为了不拖累家人，在2009年选择了从老家的悬崖上纵身一跃以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然后呢就是咱们都熟悉的这个朴槿惠了，
他的爹妈都被暗杀了呀，自己没结婚没子女，号称是嫁给了国家，结果呢成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下台的总统，最后被判了22年。你看看这一长串的名单下来有善终的吗？除了上一任文在寅平稳落地之外其他人这是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自杀的自杀，被杀的被杀。你说这个总统的位子是不是有毒啊？最有意思的是啥呢？尹锡悦自己他在当总统之前他就是那个斩杀恶龙的屠龙少年。他以前是干嘛的？检察官呀，而且是韩国最牛的检察官，号称查案的一把好手。那正是他当年穷追猛打，最终把这个朴槿惠给送进了大牢。也正是他坐镇指挥把另外一位前总统李明博也给查了个底儿朝天，送去吃牢饭。可以说这个尹锡悦的政治资本很大一部分就是靠着把这2位前总统拉下马积累起来的。那他就成了国民心目中不畏强权、反腐斗士的象征也因此才能顺利的当上总统。这结果呢，这就叫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当年呢，你靠着检察系统这把刀去砍别人，砍的是威风八面可是你万万没想到等你坐上那个位置露出马脚之后这把刀同样会毫不留情的砍向你自己。可能他自己也知道这个魔咒的厉害所以他当上这个总统后干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他拒绝入住那个总统府青瓦台，他说那个地方的风水不好，他硬是把国防部的大楼给占了把人家赶走，自己在那儿办公。他以为不住青瓦台这个魔咒就找不上我了，可是他忘了这哪是青瓦台魔咒这根本就是韩国总统魔咒这魔咒他不认门牌号他就认你屁股底下那把椅子。这更搞笑的是，这尹锡悦被弹劾后接替他当代理总统的总理韩德洙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当了不到2个礼拜的一把手也被这个国会给弹劾了。这韩国这历史又被刷新了，短短时间里换了4个一把手跟走马灯似的，把这个全世界都看傻了。所以咱们看到最终的结局是啥呀？这个尹锡悦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发生了，因为他自己搞政变被弹劾下台，他的头号政治对手李在明最终当选了韩国的新总统，而他自己和他那个最爱的、不惜一切代价想保护的妻子金建熙，却双被关进了大牢。这就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亲性命。这回过头来看他执政的那2年，彻底改变了韩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对日本那是各种谄媚、各种跪舔对咱们中国呢，却是横眉冷对，把这个中韩关系搞到了历史最低点。2022年他跑去参加北约峰会，就是他向这个西方献上的一个投名状。可谁能想到呢？正是那次他自以为风光无限的朝圣之旅因为他老婆脖子上那根项链给他们夫妇俩埋了一个天大的祸根你说这是不是报应人在做天在看，那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如果后面没有新的总统特赦他们这对韩国历史上最恩爱的总统夫妇很可能就要在监狱里互相作伴，踩一辈子缝纫机了。他们俩愣是把自己活成了韩国的一个大笑话他们可能到今天都想不通，这人生短短几十年，你都当上了第一家庭了，要那么多钱那么多奢侈品干什么呢？为了一点点的虚荣，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下场，值得吗？所以说为什么韩剧总是那么精彩呢？因为韩国的现实生活永远比这个电视剧更魔幻、更精彩。好了，今天这个大瓜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